Hello， 常在看我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这个护腕戴了一阵子。那其实是因为我前阵子出了一个小车祸，那幸好只有我自己还有车受伤，我没有撞到其他人或是其他的东西。车祸当时因为紧张，所以双手抓方向盘抓得很紧，然后在撞击的时候伤到两手的手腕，因为伤到的是两侧的韧带，还有连接手腕的软骨，所以我的手腕一转过一个角度就会非常的痛。最严重的时候根本不太能用滑鼠，更不要说是用键盘打字了。当时忍着痛要工作时，我发现我的手腕是在有一个斜角的角度的时候就完全不会痛，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把桌子用成一个斜角，然后至少这样可以用滑鼠工作。但是发现桌上的东西就会向一边滑下。废话，所以这时候想到一个我去年要买滑鼠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罗技有一个直立型的滑鼠叫做 MX Vertical， 我还在家用自己的旧滑鼠把一个斜板摆在这边，然后去模拟看看那种使用的角度。后来发现，这样还真的可行。于是我就马上跑到光华商场。那鉴于上次在光华商场买滑鼠的经验，我发现每家店的差价其实还蛮大的。因为我太久没有在那边买3C，然后都忘记可以杀价，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还蛮爽的。于是我问到第二家店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：“好啦，你到底要多少？你直接跟我讲，这样就不用再比了。”反正最后就是以原价大约7点多折的价格买到这个滑鼠，到底是不是最便宜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是马上就要用到，所以这样的价格我也很满意了。首先来介绍一下规格，这一款叫做 MX Vertical， 现在这边。重量为135克，可以支援 Windows、Mac 还有 Linux。连接的话，可用内附的 USB 接收器或是蓝牙。感应器可以从400到4000 dpi 来设定，有4个可以制定的按钮。然后充电孔是 USB-C 的充电孔，充满可以用4个月。外观在手握的地方材质是止滑的。我们就先来讲一下使用这个滑鼠的优点，然后等等再来分享搭配 Mac 使用的一些自定功能，最后再讲一些缺点，还有我希望可以改进的地方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到，就是说这个人体工学的设计是真的有用，还是只是噱头而已？一开始在使用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啦，那感觉一直抓不到一个精准的点。说真的，如果我不是因为手受伤，我可能不会有耐心去慢慢习惯使用这个滑鼠。但我还真的有点庆幸，因为当我习惯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手腕在这个角度上才是对的。当然，现在因为手受伤，所以侧边的韧带会特别敏感，能感觉到在一般滑鼠使用的姿势下，会去拉到手腕啊，甚至手臂的肌肉。还有以前我很常酸痛的右肩，然后每次去按摩都会常常被问为什么那么硬。也很明显的改善很多。其实原理也很简单，其实只要想想我们平常手放的位置，不论你是站着啊，或是坐着，或者手摆在桌上的时候啊，所呈现的角度为什么？再来讲到不论是吃饭或是写字，其实也都是在接近这样的角度，反而是一般使用滑鼠的摆法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方式。那所以我用了几个星期下来，我真的相信这样的设计是有它的优点，并不只是个噱头。然后很多使用者其实都是在一开始使用1个星期左右，然后就因为可能不习惯而放弃。毕竟在没有特殊的需求下，一般人还是会回到自己原本习惯的用法，那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。再来我们讲特殊功能还有使用设定，这个滑鼠的额外自定功能键有4个，先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个，就是在滑鼠的上方，这个键的预设功能是可以切换游标的速度，按一下可以在2个预设的速度切换，那按着不放并拖移它的时候，可以再微幅调整。我想这样的预设是因为一开始使用这种滑鼠多少会有点不习惯，所以你可能要去调整它游标滑动的速度，但等你习惯之后，你可以再把这个键改成其他的功能。那如果你要自定功能的话，就是到 Logic 的 Option App 里面去设定。那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在里面每一个软体都能分开来设定功能键。那以我自己会用的 Final Cut Pro 来说，这一款并不像是 MX Master 3有预设的 Final Cut 快捷键，但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差，因为我自己还是会把它改掉。比如说在中间滚轮按下去的部分，我把它预设为 Play Tool， 那这样在剪辑的时间轴上面就可以直接把它分割成2个片段。那在侧边的按钮，我把它设置为减去左方的时间轴，这样我在剪辑的时候，我可以就是先用 Play Tool 先剪掉前面的一段，然后再用侧边的这个按钮去裁掉这之间的所有片段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剪辑上是还蛮方便的。设置方式就是在自定按钮里面输入及键盘组合的快捷键，所以你可以依你要的方式去设置，不止在 Final Cut 或任何其他软体，其实你也都可以这样做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慢慢玩。然后再一个我没有在用的重点功能就是 Flow， 我以前有帮我爸的电脑
设定过。那因为它当时就是有同时在用 Windows 跟 Mac， 那基本上就是当你在2台电脑中设置好滑鼠和 Logic Option 的 App 之后，只要2台电脑在同个网域下，你就能直接用滑动的方式在2台电脑切换。然后还有一点很神奇的就是，你还能直接复制贴上档案。那以我以前的经验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灵光啦，可是我也没有在用，所以我也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改善。再来，我们讲缺点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那我相信使用这支滑鼠的人绝对是相对少数，所以会不会有下一代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有几个我比较希望下一代可能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那这些就是比较个人主观的部分。第一就是在右侧侧边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小拇指会慢慢的向下滑，一直去摩擦到桌面。那我的桌面算是很滑顺的材质，所以不至于会有不适感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在底部的地方能做一个比较弯起的沟槽放手指，那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可能是要可以拆卸式的，因为有人的手可能比较大，可能会去挡到。那第二就是增加 Max Speed 的滚轮，还有侧边滚轮。在罗技的另一款 MX Master 3上面，主滚轮也有 Max Speed 的功能，就是可以切换滚轮为快速无限制的滚动，或是一格一格的精准滚动。希望将来在 MX Vertical 上面也可以看到。再来也是在 MX Master 3上面有一个侧面的滚轮，那个功能可以在 Final Cut 上面就是侧面的去滚动你的时间轴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罗技其他的滑鼠上都有，就主滚轮它有左右的功能键，那这个在 MX Master 还有 Vertical 上面都没有，可是我先前这一个 M590是有的，先前在这边也是会去设定那2个功能键，我觉得还蛮好用，所以我希望将来也可以加上去。好，那总结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自己手受伤，所以开始使用这一类的垂直滑鼠，那因为这样也可以让我撑过中间需要习惯的阵痛期。除了罗技，我知道也有很多其他厂牌也有做这类的产品，但因为自己习惯使用罗技的产品，还有加上他们的软体强大自定功能，所以一时间应该是很难转换到其他的品牌。所以还是希望罗技能持续推出垂直滑鼠，并在功能还有自定键上面加入 MX Master 的设计。那或许也推出不同等级，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。拍这支影片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愿意使用这类的滑鼠，那或是手可能有类似困扰的人，那也可以试试看这种滑鼠。好，喜欢这类影片的人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最后还有分享影片咯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。